人为贪财身先丧，王八骗钱命早亡，任国奸猾夺取巧，美国监狱啃大屌。郭文贵在狱中，他的200斤的喜国公主郭美又去探望他了，而且透露了七哥在监狱里边的最新的身体状况。我发现有的人吧，你也不知道他那个脑子是怎么长的啊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。有的人挑毛病说，你为什么要称七哥呀？啊，那郭文贵怎么能够称七哥呢？他就是个骗子。我说这些人都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了，这得是让郭文贵给骗的是多么痛的回忆呀！神经都出毛病了。君请看蚂蚁帮新闻联播。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7月9日，欢迎收看意大利农场实时快讯。今天的内容是：郭先生刑事案上诉正式启动，德拉特尔律师7月2日提交862号上诉通知书，直指定罪、量刑全部上诉。就在托雷斯法官6月29日判完30年7月2日刚下最终判决的当天，郭先生的顶级刑辩律师约书亚·德拉特尔就迅速提交了862号文件，正式向第2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，对定罪和量刑全部提出异议。一旦在2巡打开情报机密材料审查的口子，整个案件根基都可能被重新审视。与此同时，第三方自诉人在2巡的连环动议正在持续轰炸，程序违法，受害者框架污染，记录不完整，托雷斯抢跑2巡制造既成事实。德拉特尔的上诉，2巡的串联组，第三方自诉人的记录保存，三管齐下，真正的上诉大战正式开启。记录保存永不停止，真相正在被钉死在卷宗里。我们相信正义一定会到来，就像郭先生说的，我们一定会赢。好，今天的播报就到这儿，感谢您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蚂蚁帮的确是他娘的一批病人，这是奇葩中的奇葩。为什么有大外宣？大外宣能拐弯，像当年丁光根说的，大外宣起到的作用是共产党执政的稳定器，就是让你出去以后的人听了更愚蠢的话，还再回到圈里边来，这叫会拐弯的子弹。我那拐弯把你打回来，那勾回来，带钩的子弹。就你的脑子醒到了外国，你再看看什么火鸡拱啊，什么高编程呐、呼大脑片呐、蛇腰炎呐、九指腰，哎，你还想想又回去了，就能被别人再骗回去，这拐弯的子弹。你看这2天呢，我看老有人在底下给我留言啊，不是当年郭文贵说过你，我听过。郭文贵这么多年的直播里边，我是研究郭文贵的专家。郭文贵如果真的说过我的话，我能不做一集给大伙说说吗？所以说那些说郭文贵说过我的人，你们的脑子里边出现了幻觉。真的啊，郭文贵动不动一大溜啊，从来没说过1号。好吧，咱们说这个蚂蚁帮现在的这种疯狂程度啊，吃什么药都吃不好了。蚂蚁帮说，为什么没有军队，没有核弹头的七哥，单枪匹马却是中共最恐惧的噩梦呢？最致命的敌人呢？七哥有这玩意儿啊，这了得吗？这玩意儿啊，因为七哥的开播撕开了蘑菇的画皮，让世界看清了中共邪恶的本质，从而导致集权统治的崩塌。哎，我操，这共产党又崩了啊！
所以中共倾一国之力扼杀他的言论自由，再用大外宣和伪联盟丑化妖魔化七哥，进而使他所有的爆料失去了可信度。感情美国法官也是共产党是吧？啊，好，这帮孙子，这帮疯蚂蚁说南区法院又出笑话了，说南区法院抢跑了给那个巡回高等法院的东西，给你南区是礼节性程序性的，二巡没立案，南巡就把这个文件给公布出来了，你得罪了高等法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帮傻逼蚂蚁们天天在发疯做梦。重要号召郭文贵案200多位做了自诉，却被南区锁在门外，财产权利未入卷的战友们，你们要保护自己的财产，关键时刻呀，严重损害了你们的财产权利。最有效的办法，200多位战友向第2巡回法院提交简单明了的强制性申请，把托雷斯法官列为被申请人。他们要把法官给那个排除出郭文贵此案啊！我天哪，200多份去骚扰上诉巡回法院，这帮孙子，那郭文贵那不就是完了个球的了吗？他们要这么干的话啊，那郭文贵还不得加刑啊？这帮大傻缺。郭文贵以及律师团队已经上诉了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无罪就是无罪，天王恩老子来了也是无罪。人类唯一的灭共共同体新中国联邦的反击正式开启了。这个人的这个蚂蚁这怎么脑残还都带相啊？是怎么地呀？啊？这郭文贵这是弄了一批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爆料革命。开始的时候都以为郭文贵拉了坨大的，原来郭文贵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啊！蚂蚁帮是一群叫不醒的纯神经病傻叉。我们的老朋友吴健评论道，郭文贵从集资款里边转给了凯尔巴斯做空港币1亿美元，唯一的受益人就是郭强战友。那1亿美元啊，赔了将近70-80%进去。可是呢，不耽误人家那个郭文贵的儿子在伦敦啊享受着这个豪奢的生活。他的名下有很多的限量级的豪车，经常在伦敦街头引起路人的围观。
分工明确，这些傻蚂蚁们负责给郭文贵奉献，郭文贵的儿子就负责挥霍，而郭文贵呢，郭文贵在监狱里边负责用屁眼还债，完美的组合。点个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